前几天我拉黑了一个40岁的未婚大龄女。至于我为什么要拉黑她，真的是一言难尽啊。就是如果我再不拉黑她呢，我真的感觉浑身的细胞都得死掉一半了。她呢是5年前就开始相亲，在别的平台她交了一次又一次的费，花了很多钱，见了不下上百位的优秀男士了。可是这些人连一个愿意正常跟她交往的人都没有。之前呢有过一个男士跟她聊得还不错，可是第一次约会呢就约她上家里去，这回把她气的直接把对方给删除了。3年前她又找我咨询想了解一下自己的择偶定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会儿呢我其实很明白的跟她说过了，我说你的择偶方向如果真的没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你找不到呢？于是呢她就想拜托我再帮她找合适的人。那我就问她，你现在想怎么找呢？结果她的想法依然是大多数剩女的想法想找个优质的男人，学历、收入、颜值、情商最好都能在线。她觉得自己是国外留学回来的有一个很光鲜的工作，收入呢也不少，所以她觉得自己配得上一个优秀的男人。可是尽管我之前非常委婉的劝过她多次，尽量降低一点标准，毕竟年龄大了真的不好找了。她每一次都好像听进去了，但是呢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又回到原来的想法中去了。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沟通了好几次之后呢，我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我再也没有联系过她了。就在前几天她又来找我诉苦她说她真的很着急了，马上要过40岁的生日了，想在这个生日之前找到一个可以给她生日祝福的男人。我真的看着她这么着急，又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呢我就张罗着再给她找找看呗。结果前边刚刚说好的可以接受离异的，带孩子呢也可以，只要对方在北京有个房子就行，有稳定的收入和工作就 OK 了。她说自己现在就想有个家，别的都不看重了。最令我崩溃的是什么这一次我居然又相信了她呀。就在昨天，我又给她推荐了一位离异没孩子的男士，就比她大5岁。这个人呢还是个博士，在体制内工作，也有房子，收入呢也很稳定。这个男士倒是觉得可以认识认识我在估计如果他们两个见完面，估计还能成。但是令我想不到的是这个女的看到资料不到15秒就冷冷的回了我一句抱歉，这个我不见。那我就问她了，那为什么呀？她居然说男士条件太差了。于是我就问她，那你不是说这种条件就行吗？于是她马上反驳我，难道我就非得找一个比自己条件差的吗？这回我真的被她整懵了，也整火了。那你说了半天，你不还是要找条件好的吗？那你就别做这种白日梦了那些条件好的，人家有大把的年轻漂亮的女人可以找，人家找你这么大岁数的女人干嘛呀？她又不是脑残，又不是缺女人。你相亲都相了这么多年了，被上百位的优秀男士都拒绝过了，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呢？你那些自认为的优秀也好，自认为的骄傲也罢，那不过是你在自嗨罢了，我帮不了你。你可以继续自我安慰，以后呢也别再来找我了，好不好？真的是气死人都不偿命的。你们说是不是大龄剩女这个人群，有一部分人呢，别说是男人不喜欢他们，就连女人都讨厌他们。真不是对他们年龄的歧视，而是他们那种畸形的心态，我真的是觉得太让人下头了。你们说是不是？我发现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理解别人的善良的。之前呢有一个女生嘛，她失恋了，就来找我咨询择偶定位。那我看她心情不太好嘛，所以呢我就在回去之后呢给她真的匹配了几个男士，后来还安排她跟其中一位见了面。当时呢我没有收她1分钱，结果见完男士之后，两个人没有想到聊得还不错后来我就听男士给我反馈说他们两个都有交往的意向。但是奇怪的是，后来我给这个女生发信息呢，我想问问她进度怎么样了嘛，结果她连信息都不回我的。所以良心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算是验证过了有的时候真心它真的是一文不值的。你对别人再好，别人不一定对你好。很多很多的教训甚至都是那些你最信任的人把你给教会的。你把他当亲人，结果他把你当外人；你把他当朋友，
结果他把你当傻子。你对他真心实意呢，他却对你充满了算计。我们要有不伤别人的教养，但是我们也要有不被伤害的气场。如果善良都得不到尊重的话，那也只能让他长刺儿了，对不对？那以后我还能这么做吗？没办法这么做了呀，对吗？关注我哈，一个在北京做了12年红娘的丽欣姐。我发现有好多男的啊，你真的不明白一个道理，那女人绝对不是靠你追来的，更不是靠钱砸来的。我真的不接受反驳啊！我见过太多失败案例，都是因为男人认为有钱啊就能追到女人。我给你举个案例，去年就有一个男士啊跟我说啊，他喜欢一个女的，一直在追求当中。1年过去了啊，他又来跟我说了啊，感觉这1年这个女的一直没有给过他什么机会。总之呢，就是不让他推进关系。他呢钱也花了不少，反正啊人家就是一直啊不冷不热的跟他聊聊天，偶尔呢跟他出来吃个饭什么的。他现在感觉啊有点想放弃了，但是他又不甘心啊，这1年又付出了时间，又付出了金钱，还有自己的精力，对吧？哎，我真的也是很佩服他啊，能坚持这么久。要是别人，真的都换了8个人了。咱们说啊，执着一点是好事，但是你的方向得是对的。我跟你们说个事实啊，其实在你追求一个人的过程当中，当你觉得你特别的喜欢他，哎，你经常会想他，欣赏他，哎，喜欢他的外貌，他的性格啊，每当和他聊天的时候，你总是愿意细细的去品味他那一字一句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对你有没有暗示啊？你觉得怎么他的气质这么好啊，他怎么那么好看？人家偶尔说1、2句亲密点的话啊，都能让你心猿意马。我告诉你，一旦你陷入这种状态，你绝对追不到这个女人了。哎，一旦你感觉到你在仰视她，仰慕她，那你就完了啊！你要知道，真正能在一起的，永远都是一拍即合，热情似火。爱情真的来的时候，那是超级快的。我就没有听到过啊，追一个女生追了1年多，哎，最后终于追成功了，然后呢，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哎，我告诉你吧啊，如果真的是有，那也不过是备胎转正，对方实在是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迫于某种压力下，不得不找一个人在一起。你不是被择优录取的那一个，你知道吗？你可以看看你自己身边的朋友嘛，他们在认识一个女孩，哎，到最后在一起真的是没有花多少时间的。是不是都是很快的在一起了？所以你要明白啊，只有你自己内心能够很明确能感觉到这个女的她是喜欢你的啊，要是你也很乐意她，那你稍微积极一点，你们很快就能在一起啊，很快就能确定关系，那个才是有可能的。爱情它真的像龙卷风一样啊，就是一拍即合。爱情来的时候呀，你肯定能感觉得到，那什么仰慕啊、暗恋呀、女神呐，这些都是憧憬啊。这些关键词是无法成为爱情的，都是你的幻想而已。不要去美化你们的相逢，美化你们的一切，美化他，美化你自己。赶紧啊，醒醒吧！最近呢，来了个92年的男生啊，上来就跟我说啊，只有一个需求，就是呢，他想找一个正常点的女孩。话说这男孩条件还是不错的啊，北京人，有房有车，他自己呢是硕士学历，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男孩长相性格也都挺不错的。他说呢，最近这几个月以来，他相亲都相了不下10几个女生了，但是他总感觉哪儿不太对劲儿，他就问我啊，说现在的女生是不是都这样啊？怎么感觉一个个都不太正常呢？要不就是自己不正常。然后他就给我讲了啊，他这半年来的遭遇。他说啊，跟这些女孩聊天真的是很要命，要么就是半天了才回复你的信息，甚至呢有1、2天才回复的。要么呢就是聊天的时候啊，惜字如金，回复的内容特别的少啊，基本都是这种时候是比较多的。这种呢他其实很快也就不聊了啊。你想硬着头皮去找话题啊，太累了。最后呢，介绍人还会传过话来啊，说女生说自己啊不积极不主动，聊几天就不聊了，没有一点耐心。可是明明是他们很冷淡啊，还把屎盆子扣在他头上，真的是气死了。然后呢，女生还会跟别人去分享啊，说相亲难太下头了之类的话。这个时候啊，不管是媒人还是家长，都会督促男生说你要脸皮厚一点呀，嘴巴甜一点，你主动一点嘛。但是啊，却从来没有人去告诉女生你应该怎么主动，怎么去回应。还有的女生啊，约出来见个面呀，吃饭的地方选的不好，她还会特别的不高兴，给男生脸色看，然后啊，就再也约不出来了。还有的呢是约会多少次了啊，连一瓶矿泉水的钱啊都舍不得付。
就看着男生啊像个舔狗似的啊，在那各种买，各种付，女生好像觉得理所当然。他说啊，现在相亲真的啊，都是这种舔狗式的相亲吗？那真的是把男生往绝路上逼啊。我们也需要尊严，我们也需要对方的付出，我们也希望对方有所回应。那什么都得先考验男生的诚意，那你们女生的诚意到底在哪儿呢？难道女生的诚意就是爱答不理吗？女生的诚意就是这边花着男生的钱，那边还说着男生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对劲吗？还有个女生啊，都临着要见家长了啊，突然说啊，婚后必须上交工资卡，房产上呢必须加自己的名字，这还没结婚呢就开始算计上自己家里的钱和财产了。总之他说现在啊就想找个正常点的啊，能正常谈个恋爱的。其实这种事儿啊，我相信好多人都经历过。其实在这场闹剧里边，我觉得啊，这个男生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反而是我要告诫女生们，现在时代真的变了，你既然进入了相亲这个圈子，就别想着等男生来追你了，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你不愿意主动一点点的话，你只会被很快的淘汰掉，明白吗？我就发现啊，现在的女生真的是太多幻觉了，我今天必须得给你们泼点冷水。以下观点你是不是也会有？幻觉一啊，男生比女生多了3000多万，你要是离开我，有的是大把的男人追我的。我拜托啊，如果你是在农村，那我恭喜你，肯定是有大把的光棍会抢着要你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城市啊，那就完全反过来了，那是一堆女生在抢一个男生的局面，好吗？幻觉二，男人根本就离不开女人，没有女人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可是据我观察，现在来相亲的80%都是女性，挤破了头要嫁出去的。如果年龄大一点了还没有个男人啊，都会被家里人啊催，这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呢？幻觉三，我要是实在找不到喜欢的人了，那我就找一个有钱人嫁了算了。我真的是啊，我想笑出声来的。你是认为找个有钱人很容易吗？那有钱人真的是没心没肺的吗？会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人家呀是有钱，又不是有病。幻觉四，只要发生了关系，他就会对我负责的，低头来哄我，不哄，那他就是承认自己是渣男。小妹，你真的太天真了。发生了关系，男人的目的就达到了，会来哄你的几率还真不大。真的会来哄你的，那是真爱，跟你们有没有发生那件事情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幻觉五，我跟你离了婚，肯定能找个比你更好的。我的那个天呀哦，你还真的是中毒中得太深了啊！这些毒鸡汤，你就看一看有多少未婚的女人都找不到对象了，就你一个离异的女人还想找个更好的，那你的竞争力又是什么呢？人家优秀的男人图你啥？图你结过婚生过孩子，还是图你已经人老珠黄啊？别跟我说你优秀啊，男人找的是年轻貌美温柔贤惠，你的优秀啊他还真看不上，明白吗？哎呀，最近啊又遇到了梦幻派的老仙女了啊，来给我添堵啊。39岁了啊，长相身材确实保持的还可以，但是这一根筋的思想真的是要把你给气吐血。人家觉得自己可美了，别人都说自己看上去才28、9岁，他自己一年也挣100多万啊，就是这个原因。他说啊，找个跟自己收入差不多的，或者能力比自己更强的，他觉得不算过分的这个要求。可是我觉得他的要求已经要上天了。为什么？我们给他介绍公务员，他嫌人家挣得太少了；我们给他介绍公司的高管，他又说人家太忙了，天天要加班，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给他介绍个公司的老板呢，他还是不满意，不是身高长相不过关，就是行业性质不喜欢，最后各个方面都合适的，他又说见了2面没感觉，还说男生不主动，总是自己找话题，520那天什么表示都没有。最后啊，真的是要气死人啊！这不我们又给他推荐了一个40多岁的离异男士吗？公司的老板啊，他突然就变脸了，说年龄这么大了呀，哎呀，这还是离婚的，这个岁数一年才挣200万，那我图他啥呀？难道我图他的老，图他的离异的？你们说是不是无语啊？我真的是很想问一问，那你嫌人家老你不老吗？你都出来相亲了，到底有没有带脑子啊？你都多大岁数了，还非得怀揣一颗少女心，要找什么感觉？我真的不是打击你们啊，相亲见面就没有几个啊，上来就有感觉的。有这种思想的人，你呀，香再多都没戏的。
除非你的颜值很高，对方的颜值也很高，你们俩看一眼啊，荷尔蒙就开始蔓延了。相亲能一见钟情的，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真的就没有见过几对儿。还有啊，你都走到相亲这一步了，年龄都这么大了，你还有小女孩的优势吗？你就别想着男人还会对你鞍前马后，还特别的积极主动，给你送花送礼物讨好你了。人家既然是优质男人，那干嘛非得找你啊？你还想着人家得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要有仪式感，什么矜持慢热，你一样都没落下啊。要真的是同样都有这些要求的两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要是能满足，那人家干嘛不选一个年轻的呢？你说是不是？你看评论区的男人来说说呗，你们是怎么想的？有时候真的让我很无语，在征婚这件事情上，总有女人把女人的择偶标准当作是男人的择偶标准，你说可笑不可笑啊？比如说啊，女人在选择男人的时候，可能会有第一需求，就是男人的经济条件得好，对吧？收入越高越好啊。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很多高收入的女人啊，她们就会有一种思维，我一年挣好几百万，那我是不是也得找一个年挣好几百万的男人呢？甚至有的要求啊，年收入千万级的，觉得这样才配得上自己的优秀。或者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找个男人啊，得镇得住自己的，得让自己有仰视感的人。那么问题就来了有的个案我们且不去讨论了啊，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我们就说一说大部分的情况。如果一个女人年入好几百万，基本上啊，她很少是属于年轻的状态了，一般都是在30岁以上了啊，甚至是年龄更大一些的女性。其实呢，从年龄来讲，可能找对象已经是一个劣势了，对吗？男人们一定是认同我这个观点的。那么再有就是啊，你收入好几百万，遇到个收入好几百万的，或者是收入千万的，这个男人如果还不算老的话，那么他看得上你这几百个吗？就退一万步说，你可能家境富足，资产过亿，如果他的资产在你之上的话，那他可能也并不需要你的那个资产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女人你的财富是自己的啊，你不需要拿出来共享。而男人的财富呢，是要养家的啊，是必须要跟妻子儿女去共享的。所以男人其实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啊，他不会太要求对方的经济状况的。你确实很优秀，你有足够的资历和能力，但是他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温柔懂事，能跟自己相处舒服的女人而已。所以你的优秀啊，很难成为他的爱情，最多也就是能比较欣赏你这个跟爱情也是不沾边了的，对吗？还有一点有的女人她遇到了比自己优秀的男人，但是她什么都不想付出也不想努力，她们就觉得我又不缺钱了我没有必要去迎合你，去讨好你，凭什么？可是你又想要找一个优秀的男人，但你又不想付出努力，那人家又凭什么呢？你所谓的你的优秀不代表别人就需要你这个价值所以你所谓的优秀可能就是我很能赚钱，我的学历很高那我的性格呢是比较自我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个独立自信的女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奢求我就是要强势，我就是要任性的来我找一个男的呢，他就得优秀，还得有钱，还得包容理解我。那人家优秀的有钱的男人想法跟你是一样的吗？人家为什么要找你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去包容一个人？所有的人赚钱或者是想走到高位的，追求的本质就是自由，本身追求的就是那种掌控感、自由感。我不需要被别人约束着，你想要让你自己更强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追求这种自由，对不对？我不想花心思去搞定男人，我不想讨好男人，我也不想去对任何人那么用心，那本身你也是在追求这个东西所以那你凭什么你就要强势，就要任性，而对方就得包容你、迁就你呢？对不对？最近呢，有个相亲的女孩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现在的男生是咋回事呢？都不主动追女生了。那你要是不追，怎么谈恋爱呀？你要是不谈恋爱，那怎么结婚呢？你不结婚，又哪来的后代呢？你没有后代，你们家香火不就断了吗？那社会还怎么发展呀？我就跟她说现在的男生他不是不想谈恋爱，大部分的普通男生那是谈不起恋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因为赚的钱还不够女生霍霍的，知道吗？这事儿很现实。我就给你算个账假设一个男生在北京一个月累死累活赚2万多，每个月他的房租算3000吧，水电煤气上网费，吃喝拉撒勤住坐卧，交通费算下来5000左右差不多。
这就7、8千没了，这也就是在北京的一个基本生活，这还没有算买衣服买鞋和那些日常用品的钱，每个月还有很多的人情往来也要用钱，我们就满打满算1万块钱，那他还有1万可以省下来，对吧？可是如果他交一个女朋友啊，那我不得不大方点了，对不对？哎，每周得约会吧，约会不得男生主要来买单吗？哪个女生谈恋爱的时候会主动买过几次单呀？她们自己可能掰着手指头啊都能数得出来，对吧？更何况大部分女生都喝过毒鸡汤，什么男人不给你花钱就是没有诚意，就是不爱你，这话不就是逼着男生得主动花钱主动买单吗？但凡遇到个把钱当纸的女人，那别说自己攒1分钱了，可能连老本都得赔进去，甚至还得动用父母的存款和养老金。关键的是到最后可能女生还嫌自己穷，觉得不合适分了，男生得个人财两空，他何必呢？所以他们现在真的不瞅准了是不下手。问题是现在有很多的女生也说自己不愿意谈恋爱了，其实呢是因为男生开始清醒了人家不想徒劳的付出了，所以这些女生既得不到感情也得不到钱，他们就说找不到一个靠谱的男人了。特别是有些大龄剩女他们的心态，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年龄大吗？他们比谁都清楚的，所以他们总希望呢能一次性上位，找一个条件好的。所以男生们被 PUA 时间长了也看得很懂了恋爱是咋回事。我追求你呢，你说我是舔狗我跟你讲道理呢，你说我 PUA 你我跟你讲未来呢，你说我在给你画饼。有时候一个普通的男生可能他不是不爱你，而是一想到钱他就没法爱你了。你别跟他说难道钱比我更重要吗？你还真别较这个真儿人当然比钱重要，但是男生没有了你，他的钱还在但是他如果没有了钱，那他也就没有你了。很多女生都掉进了资本营造的浪漫陷阱里一年10个节都要过，你要的浪漫仪式感都是钱，知道吗？你要的各种生活的小惊喜都是钱，明白吗？到最后明明就是男人花的钱不够到位，不够满意你还要说成是人家不够爱你，你失落了，你不高兴了那他就会觉得，既然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那我们还是分手吧。即便是你爱你的男生，但是你还是希望能够遇到那个可以给你那种生活的人。所以现在的女生真的没有爱情，而男生呢还在想着可以拥有一份纯粹些的爱情。但是他们现在也懂了在金钱面前，爱情已经什么也不是了。虽然赚钱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比爱你要简单多了明白吗？